昨天我发的这个小球液压机的视频，有一部分朋友已经猜到了它的原理，但也有很多人说我的视频是剪辑的。那今天我就来揭晓一下它里面的机关。首先，我们用这个柱子去压小球的时候，小球其实并没有动，而是把上面的活塞给顶上去了。我们继续往下压，再抽出来，它就可以把里面的一层套筒给带出来了，下面藏着一枚硬币，这就造成了一个小球被压扁的假象。如果你家里有3到10岁的小朋友，整天只喜欢看动画片，对其他东西不感兴趣，一学点东西就烦躁，这个阶段的家长一定要注意了。在小朋友的大脑发育黄金期，要做到寓教于乐，在玩中合理开发孩子的左右脑。一旦错过这个阶段的话，是不可逆转的。这里给家长推荐这个无线训练器，它具有协调身体机能的作用，培养手脑协调，让孩子在玩乐中接触到几何知识，锻炼了空间、思维能力和专注力，养成一个爱动手动脑的好习惯。今天我们来拼这款瓶子里的狗狗拼图。撕掉保护膜，先把相框拼装起来。一共有40多片形状各异的亚克力拼块，每一块都是一只可爱的狗狗。你们都知道它们是哪些品种吗？拼图的轮廓较为明显，容易区分，拼装的难度适中。最后用这只透明的贵宾犬封住瓶口。今天的视频我们来组装12生肖鲁班锁。为了增加它的难度，我把2只动物的木块打乱混在了一起，希望可以多一点挑战。首先我们还是要从边上的开始，像这一块应该就是它的臀部。哎，好像这一块就可以，不会这么巧吧？第3块找到了它的前腿。现在你能看出来它是哪一个属相吗？至少龙和蛇可以排除了。最后是眼睛，这一根木条穿进去，它整体才不会散掉。这样一头山羊我们就组装好了。排除掉一半，组装下一个生肖就更容易了。没错，这个就是二师兄小猪佩奇了。你的属相是不是这2个呢？把1挪到14的位置，我们可以让13往右，14往下移就过去了。后面紧接着是2和3，前面几个数字我们就按照顺序慢慢移动。4要到15的位置，我们可以让2下来做一个对调，4上去之后再让2回去，第1排就完成了。第2排开头是5，后面是6，我们让5、6、7、8连成一条线一起过去，这样第2排也可以了。第3排开头是9，后面10、11紧随其后，把12也移过去。第3排也搞定了，最后一排就有难度了，因为它只有1格的空间可以移动。首先9的下面应该是13，它们2个是挨着的，我们来做一个调整。像这样13是45， 90是1是2都在一起了，最后全部一起往后退，这样我们就复原成功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口字旁你们有没有？口字旁我有。吵架的吵，可以。惊吓的吓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你呢？我有。吹风的吹，尖叫的叫。叫。哦，是的。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你继续说吧。我不要。虫字旁。虫字旁。虫字旁。蜻蜓我有。还有一个，哎，这个蜜蜂的蜂，对吧？哦，你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你呢？没有，我有。蚂蚁的蚂。蚂蚁的蚂，对。我没有了。你有没有？我没有。那我继续说了。提手旁。我有。扫地的扫，打人的打。我有，这个我多啊。拐弯的拐，扬州的扬。哎，这个也可以啊。拒绝的拒，对吧？刀马的发，直接炸了吗？直接炸了。猜猜我是谁？每人随便抽一张卡片，你先问吧。你的是女生吗？不是。那我把女生全部盖掉。你的这个人是不是黄色头发？是。可以去掉好多。好，该你了。你的有没有戴帽子？戴着呢。戴帽子呢？我也可以盖掉很多。你还有4个。你的这个人他有没有露牙齿？没有。没有露牙齿，我把这两个去掉。你的有没有胡子？没有胡子。我要问一个关键的问题了。你的这个人他是不是小孩啊？是的。啊，那我就赢了。为这么准？你赢了。这是一个正方形的笼子，里面有一个像金字塔一样的3棱锥。我们这样用蛮力去晃动它是取不出来的。笼子本身也很牢固，没有可以活动的地方，
该怎么把它从笼子里取出来呢？下面我就来给大家演示一遍。其实它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将这个三棱锥翻转一个角度，从开口的对角线这里取，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把这个三棱锥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它就是一个正方形，而且它的大小刚好可以通过开口。这个方法你想到了吗？第二个谜题，这是一个空盒子，它的目的是要把这4个木块给放进去，然后把盖子也盖上。这看似简单的一个问题，你做起来就会发现它的设计很巧妙。木块的尺寸横着放不下3排，反个方向长度又超过了开口，盒子的深度也不够3个木块的厚度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它的答案一定会让你很意外。我们先把这一个 L 型的木块放进这个盒子里，贴着左边放，再把这一块直的靠着右边放。下面一步很关键，将左边的木块像这样放倒，压入右边的木条，最后再斜着放下这一块小的，另外一块 L 型的也是斜着放进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木盖轻松盖上了。这个方法你想到了吗？这个9级难度的蛇形拼图，据说每13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可以挑战成功。它一共也只有5片，规则是把这5条蛇平整的放入这个框内，像这种是可以拼在一起的。这2条长的可以放在对角，看这样能不能拼好。哦，差点忘了，它的规则是允许拼图产生形面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大力出奇迹了。哎，可以了吗？这样拼也是不对的，它还要求拼好之后这个框是可以轻松拿起来的。刚才这一条是这样放的，它还可以反过来放。这次应该差不多了。好的，搞定了。今天的视频给大家介绍几种古人常用的榫卯结构。这个叫楔定榫，也叫二女征服，它是连接弧形才常用的榫卯结构。先将2片榫头交搭，之后在中间的槽里插进一根小木条，使其不能上下移动。这个榫卯结构是方材钉子结合，古典家具中的板凳、柜子、桌子经常用到。这个是3根直材交叉，中间一根上下各剔除才高的1/3，上层的下皮和下层的上皮各剔除才高的2/3，拍拢后合成一根承泽的高度。你知道它是用在哪里的吗？这是用榫卯结构制作的一个五角星的桌垫。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，榫卯技术已经出现在原始先民们居住的木结构的房子中。你们还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哪些地方用到了榫卯结构吗？猜我是谁？这次我要让你输的哭爹喊娘，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。你先问。你的是不是黄色头发？不是。那把黄色头发给全部给你。给你了。你的是不是男生？是的。是男生，女生先去啊。好的，该你了。你的这个人他戴首饰。戴首饰。那我快赢了。你的这个人有没有戴帽子？戴了。好的。我也快了。你的这个人他有没有露牙齿？露了。我还有1次机会啊。看一下。你的这个人是不是黑色皮肤？不是。那我就输了。你的这个人他有没有戴帽子？戴了呢。那你的就是这张了。好，你赢了。我赢了。今天我们继续来拼12生肖鲁班锁，这个是它的头部，你能猜出来这是哪一只生肖吗？这个鲁班锁是一只小狗，我们再来拼一个其他的动物。这是一只霸王龙，你的属相是什么呢？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今天这个拼图可以很好的解释勾股定理，为什么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。我们先将红色的拼图放到正方形 a 方这里，剩下这4块绿色的拼片放进 b 方。可以看到它们的大小是严丝合缝的。那现在我们再把拼图全部倒出来，放到 c 方这里，你们觉得能放得下吗？也就是正方形 c 的面积等于 a 加 b 之和，勾股定理就出现了。今天我们来玩鲁班锁神龙摆尾，这是一款难度很高、很考验空间力的玩具，很多人打散后一直都没复原。下面我就来演示一遍它的正确步骤。你学会了吗？怎样才能将这3个八字环合在一起呢？这是一个有趣的智力玩具。
如果我们先让其中2个环组合，那剩下的第3个环是没办法再装上去的，该怎么办呢？正确的方法，先将这2个一样的环首尾相扣，再把金色的环套过小环，反过来另一头也一样把小环套进去，最后再把银色的环从缺口穿过，它们就合为一体了。怎样才能把这个圆形的铁片给取下来呢？可以看到这个大环的上面有很多点，它们组成了一个迷宫。想要把它取下来，可以用铁片的缺口沿着大环的表面去探索。这个大环其实是一个面经过扭曲形成的，并没有正反之分。遇到走不通的路，可以换一个方向出发。其实它也是没有内外之分的。大环的内沿在改变方向后会变成外沿，根据其内外循环的特征，我们可以不断的调整方向，这样很快就能找到正确的路线，取出铁片。怎样才能将这4把锯子平铺进这个长方形的底盘里呢？这个拼图虽然只有4块，难度却高达8级。这些锯子的形状不规则，大小也不相同。如果按照我们常规的思路去拼，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正确的解法。但是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对这一类的拼图应该已经免疫了，可能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这款拼图的设计具有诱导性，我们一般会把直角直接靠脚放，这样放看起来节省了空间，实际上会占用另外2块的位置。正确的拼法，我们要改变思路，把直边都朝里。不要因为这样放脚上会空出来很多就不去尝试。事实证明，只有舍得放弃一小部分，才能保全大局。如果家里的孩子经常玩手机，可以给他玩玩这个几何魔方，它是对数学非常热爱的德国艺术家安德里亚斯发明的。通过折叠翻转可以改变多种不同的几何形态，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，益智玩具对宝宝的成长和发育非常有帮助。这款几何魔方除了能够提供给孩子们建造和创造的简单乐趣外，还可以提高动手动脑能力，具有协调身体机能的作用，建立空间和数学概念。1年1度的12生肖拼图又来了，今天带来的是中国兔。现在我们就把拼图全部倒出来，看看有哪些关于兔年的彩蛋。有10几个不同造型的小兔子，还有很多关于春节的元素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从边上开始拼总是没错的。边上一圈已经拼出来了，中间部分我们就从比较突出的部位，它的牙齿开始拼。经过前面2次的经验，这次我拼得快了很多。本来预计要拼1整天的，没想到只用了1个下午。你能在不撕破这个布袋的前提下，将木板完全装进去吗？这个木板是正方形的，无论我们换哪个方向，它都会露出来一截。该怎么装呢？发挥你的想象力。先将木板的2个对角套上去，然后再一点一点拉动布袋往中间靠拢，这样就能把木板全部装进去了。你想到了吗？今天的拼图比较特别，我们要用这根链条摆出一个圣诞树的形状，并且要确保链条不能冒出底座。这个五角星是放在顶部的。链条的节点有的是2个连在一起，有的是3个连在一起。前面如果没有规划随意折叠，到了后面会有很多孔都对不上。常规的思路如果是沿着一个方向一路折过去，这样也只是把问题赶到了最后。正确的拼法，这条边这样放是没问题的，到拐角这里就出现分歧了。这个节点竖着也可以，横着也行，我们选择躺平。紧接着后面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多种选择，这样叠加在一起，错误的线路就太多了，而正确的也只有1条。到这一步就要换个方向了，从上面折叠，按照这个路线一路折到底，最终2条线会在右下角汇合。这样这个圣诞树拼图我们就拼好了。这是由6块积木摆成的三角形，我们将积木全部取下来，再重新组合。怎么会少1块呢？这是一个让我困惑多年的小魔术。我们把3枚硬币放进这个匣子里，用一张白纸盖住它们。从这里可以看到硬币。接下来将发生的一幕比较神奇，可以观察我的动作，看能不能找到破绽。3支铅笔全部从这里穿过去了，我们再把它取下来。
可以看到纸虽然破了，但是硬币完好无损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今天的视频我们来介绍几款榫卯结构。这个是风车榫，巧妙的开槽搭配斜角，使3根木条越抱越紧，加上中间的圆柱木销，3根木条更加紧密，形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局面。这个是3向榫，顾名思义，这个榫卯是可以改变3种不同的方向的。它可以作为直行材连接使用，也可以作为 L 型材连接。关键的是，它还可以立起来使用。这个就是3向榫。这个榫卯结构通过它的外观，或许你就能猜出它的名字。这个是插尖榫，暗雷家具常用的一种榫卯结构。它除了在桌案、床榻家具上使用之外，还在圆形和花瓣家具上使用广泛。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，很多鲁班盒都用过这种结构，叫燕尾榫。这个叫十字锁，如何才能把这个木框取下来呢？这2根木条可以活动一点，中间有东西连着，不能直接分开。木框也是正常的，不能拆散。你知道该怎么把它取下来吗？其实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谜题，要把它解开需要发挥我们的想象力。把它放到桌面了，旋转一下，这样十字架就可以轻松分开了。你看出它的机关原理了吗？千万不要让家里的孩子看到这个几何训练器，因为一旦有了它，孩子可能连手机都扔到垃圾桶里不玩了。天天玩这个玩具，不仅耽误了玩手机游戏的时间，还会培养了手脑协调和动手能力，锻炼他的空间力和专注力。等下爱上了自己动手拆装的活动，可能会激发他的好奇心和探索欲，天天寻思着要不要把家里的电视机、吹风机、收音机都拆下来再装回去，可能最后还会多出几个零件。如果他又对院子里的拖拉机有想法，把发动机也拆下来就麻烦了。所以还是不要点开视频左下角的小黄车给他买了。这个铝块有金银2种颜色，底座可以选择的颜色就多了。我这个是木橙壁。前面的视频我已经完成了4个面中的这3个面，还剩下一个最难的菱形。今天我们就来把它也搞定。以我的实力，大家应该能想到，其实菱形在去年我已经拼好了，厂家不让公开，所以就没有剪进去。今天我凭借记忆去复原菱形，竟然差点翻车，吓得我又拼了一遍最简单的正方形，才终于想起了菱形的拼法。难度还是很高的。现在这个气桥板已经有库存了，年前还有活动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冲一波。如何将这12颗心形拼块放进这个大的心形里面呢？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拼图，拼块的形状很像一个直角等腰三角形，6个大的，6个小的，是符合对称条件的。没有计算好空间，拼到最后可能会多出来2片。我们再来试试，这次多出来了1片。正确的答案是这样的：先把大心全部摆好，再把小的合理摆放。还有最后一个，你能看出它的规律吗？据说这个是曹操小时候送给刘备的玩具，叫钥匙锁。想把2把钥匙分开没那么容易，用蛮力是不行的。据说刘备当时也没能把它打开。我们仔细观察2把钥匙，通过上面的凹槽可以找到正确的出口，到这里又被挡住了。我们反个面，绕到最上面，再朝上旋转半圈就可以取下来了。你学会了吗？这个解密玩具很像奥特曼的变身器，它的目的是要把这个镜片取下来。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构，中间的镜片是可以活动的，但是也只能活动一点，通过震动也不能打开。仔细观察可以看到，镜片的外侧是能上下移动一点的，中间则无法活动，证明是这里有东西卡住了它。这样的机关一般都是需要先旋转的。好像不行，反过来再试试。好的，这次可以了。你能看出它是什么原理吗？如何用这些珠子摆出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呢？这是一个经典的智力测试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会先这样摆出第一层，到这个位置之后，它需要的是1颗珠子，只能将它这样立起来放。很明显，这样叠放是不对的，这样也不行。这个玩具它是有一定难度的。现在来看好像差不多了，但最后一块放上去之后，它并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。那要怎么摆放呢？前2块的位置是没有错的，这一块要反着放，再放这个 L 型的，这里要放这一块长的，最小的这一根立起来放到顶上，这样一个完美的金字塔就诞生了。
怎样才能快速的将这4颗铁球都移到中间呢？这个玩具看着简单，动手操作之后你会发现它很有难度。我们微微倾斜调整，1颗归位就会有1颗滑下来，非常考验双手的稳定性。那么你能想到什么方法将它们全部移到中间吗？仔细观察可以看到，这4条轨道的两头都是有浅浅的凹槽的。我们可以先让这3颗归位，最后一个角慢慢抬起，达到一定的高度，再用手指去敲2下，它就可以滑下来了。那么除此之外，你还能想到更好的方法吗？今天的谜题是一个盒子，如何将这6个圆形的木块全部装进去呢？而且要保证不能露出来。这6个木块的大小是完全相同的，我这边尝试了多种不同的摆法，到最后总是有一块会冒出来。经过我7机49个小时的研究，最后终于找到了它的写法。第一层我们就正常的放进去，1块平放，2块立起来。第二层先立起来放1块，最后2块是这个谜题的关键。第5块如果直接平放是放不进去的，空间不够。但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换，先把上面的这1个木块给提起来放到这里，然后再把第5块立着放到上面，这样效果就达到了。最后把上面这2块移到边上，露出的空间可以放下最后1块，非常巧妙的一个摆放的方式。除此之外，你还能想到别的方法吗？地久天长，长命百岁，岁月如流，流芳千古，古色古香，香车宝马，马到成功，功德圆满，满脸生花。花言巧语。这个是最近很火的几何魔方，它可以改变多种不同的几何形态，小朋友都喜欢玩它，代替了电子产品和手机屏幕。经常玩它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手脑协调和动手能力，还可以锻炼他的空间力和专注力。要得到想要的形状，很多步骤是需要提前在大脑中计算好再进行转动的，需要手眼脑3方面的配合，这就在无形之中锻炼了他的空间力和耐心。而且这对于数学几何的学习，以及从事与建筑设计等与空间想象力相关的职业，都会有很大的好处。孩子全身心投入到这件事中，专注力也会渐渐提升。这是一个智力玩具，用4根铁丝拧成的麻花。今天我们增加难度，挑战用5根铁丝来拧一个超级麻花。铁丝的长度都是一样的，如果将这5根铁丝放到一起同时去拧，可以看到是不能将它们合到一起的。该怎么办呢？正确的方法，先拿其中3根铁丝一一组合，再把剩下的2根组合，然后用它从缝隙穿过去，这样大麻花就组装完成了。今天这个谜题是非常经典的单柱解套，它的目的是想办法将这个圆环取下来。我们从下面取，这2个圆形木块无法穿过。回到起点再来看看，从下面取，底座这里是一体的，更不能通过。立柱上面的缺口，木片可以通过，但珠子会被挡住，这里也是行不通的。90%的人看到这里都会怀疑这道题是不是无解的，可能还会想到用剪刀和锯子，但也有10%的人应该已经想到了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先把木片穿过立柱的长孔，把圆环绕到上面套过珠子。到这一步，从这里是出不去的，再用圆环穿过中间的长孔，这样就巧妙的把它取出来了。你猜对了吗？我是谁？每个人随机抽一张卡片。你先问吗？你的这个人他是不是黄色头发？不是。给我把黄色头发的全部盖掉。你的是男生吗？是的。那女生要全部盖掉了。你的这个人他有没有戴首饰？戴着呢。你这个问题问得好。那我就快赢了。不要高兴太早。你的这个人戴不戴帽子？不戴。你的这个人他有没有露牙齿？不露。你的这个人是小孩吗？不是。这个问题问得不好了。你的这个人他有没有长胡子？长胡子有。那你的就是这一张了。你赢了。这个叫环环相扣，要想把它们合成一个圆环，下面的螺旋纹对不上，如果先把螺旋纹对上，上面的缺口又对不齐，
通常大部分人的思维永远停留在事物的表面，不动脑筋肯定不行的，要学会利用逆向思维去分析思考问题。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能理解的事情，有的人几秒钟就能理解，就取决于平常有没有做一些思维训练。喜欢动手动脑的孩子，思维能力就越强，大脑反应能力就越快。益智玩具考验的是眼疾手快出其不意，它不但需要敏捷的思维能力，更需要手脑协调、手眼配合。解扣的形状和弯曲的角度都是有技巧的，其中蕴含着许多数学原理，在不断的尝试中积累经验，找寻规律，是解开这些解环的关键。这套智力解扣由易到难24种玩法不重复，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的智力以及学习能力。家长一定不要错过孩子的智力发育黄金期。几何魔方考验的是眼疾手快出其不意，它可以改变多种几何形状，圆柱体、长方体、三角体、多面体。假期空闲的时间给孩子玩这个几何魔方，不但锻炼空间能力，更培养了手脑协调、手眼配合。在不断的翻转和变形的过程中，无形中锻炼了空间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。家长一定不要错过孩子的智力发育黄金期，给他接触到益智玩具的机会。今天的拼图难度很高，我们要将这10个弧形的碎片拼进这个正圆形的底盘里。这些碎片的形状虽然很不规则，但是它们也有共同之处，所有碎片的弧度都是一样的，每一块都可以贴着边放，这也是这款拼图的难点所在。还剩下一块长的放不下了，这个拼图拼好之后应该是严丝合缝的，和我猜测的差不多，这个拼图果然很难。Later. 这次我来尝试先尽量把一圈的拼好，这里刚好，还有这块小的。好的，搞定了。这个烧脑玩具叫钥匙锁，玩法是把它们俩给分开，直接拉扯是分不开的，需要我们探索正确路线。认真观察，左边的钥匙上面有凹槽和缺口，我们可以用右边的钥匙穿过凹槽去寻找正确的路线。走到这里以后还是出不去，我们把左边的钥匙翻个面，沿着路线继续走，走到这，再把钥匙翻个面，沿着缺口就能取出来了。你们看会了吗？这是难倒很多人的2根钉子，怎么把它们分开呢？两边的缝隙都是出不来的，用蛮力是不行的。正确的方法，把左边的钉子放正，右边的钉子提起来旋转半圈，到尾部抽取，它们就分开了。这些解扣的解法各不相同，角度和形状很有特点。经常玩它能够锻炼孩子手眼脑的协调性，提升手脑并用的能力，锻炼大脑的思维灵活度，这些都能让孩子在未来走得更远。这是2个相同形状和大小的铁环，如何将它们合成一个完美的正圆形呢？如果是先让上面一端吸在一起，下面的螺纹就对不上了。若是提前把螺纹对上，我们来看，这里就会错开。该怎么办呢？正确的方法，先将其中一个铁环翻转过来，然后交叉放置，往上轻轻一挑就搞定了。钉子扣也是非常有创意的智力玩具，如何把这2个钉子分开呢？这套智力解环一共有24种玩法不重复，在思考研究的过程中锻炼孩子的空间力和专注力，动手动脑的同时学会思考问题，并且找到解决的方法。猜猜我是谁？来抽一张卡片，这次我先问了。好，你的是不是男生？是的。女生可以去掉了。好的，该你了。你的是不是黄色头发？不是。你的是不是蓝色头发？不是。你的是不是个胖子？是的。这个问题问的太刁钻了。不会赢了吧？还有2张，胖的只有2个。只有一次机会了。你的是不是小孩？不是。那我就输了。你的嘴角有没有个痣？有。那就这张了。你赢了。这个是考验记忆力的玩具，叫记忆棋。游戏双方通过观察记住棋子的颜色，2人轮流掷骰子，掷出什么颜色就拿什么颜色的棋子，拿对了棋子归自己所有，拿错了棋子放回原处，由下一位玩家开始。这款玩具非常考验小朋友的记忆力和专注力，家长和孩子一起玩一玩，培养亲子之间的感情。游戏最后数一数谁获得的棋子多，谁是胜者。
几何魔方、汉诺塔积木和鲁班锁虽然看似都属于益智玩具，每一个都有利于动手能力的培养，但是各有各的玩法。这款变形魔方比较适合于5到15岁年龄阶段的孩子，有利于几何思维、逻辑思维的培养。课余时间拿来玩玩，有利于专注力和耐心的培养。魔方颜色亮丽，吸引孩子注意力，各种造型的变换彰显孩子丰富的空间想象力，在翻转和构思中碰撞出灵感火花，培养了手眼协调、手脑配合和逻辑思维。如何将这两个三角形拼成一个菱形呢？这两个铁块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，想要把它们合在一起，没有找对方法是很难的。正确的方法，我们把左边这块放正，然后用银色的这块反着压住它，手指轻轻一拨。经常玩益智玩具的孩子要比同龄人聪明许多。这个智力解扣它一共有24个不同的种类，玩法多变，难度不一，非常适合5岁以上的小朋友开发智力，活跃大脑。今天的智力玩具是德国艺术家安德里亚斯发明的几何魔方，它可以折叠出几十种形状。这款几何魔方和传统魔方不同，玩法除了还原还有创造，通过折叠翻转可以改变多种不同的几何形态。它主要考验的是空间想象力和动手能力。魔方是塑胶材质，关节翻折顺畅，结构稳定，可以循环折叠，是一款适合所有年龄段玩的解压神器。发挥想象力，创造更多新的几何形状，感受空间结构的变化，体验模型变化的魅力。这个经典的益智玩具叫平面滚珠，有了它以后，孩子连手机都扔到了马桶里。玩法是把两边凹槽里不同颜色的珠子调到相同的状态，看着好像不难，其实复原起来很有难度。我们要通过计算来移动，经过旋转调节，将所有圆圈里的珠子组成相同的颜色，想要将它们分类复原很有挑战性，每一次转动都会影响到其他圈层的珠子，对空间力和计算力都是一种考验。但是多玩几遍你会发现它也是有一定规律的。这个几何魔方好玩到快要哭了，它可以随心所欲折叠出多种几何形状，正方体、多面体、圆柱体、三角体。如果家里的孩子爱玩手机写作业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可以试着让他玩玩这些益智玩具。它不仅锻炼孩子的空间想象力、动手能力，还可以培养耐心和专注力。孩子将来需要掌握的知识都需要在实践中慢慢培养起来，只有做到玩中有学，才能收获真知，保持兴趣。这种任意变形的玩具孩子都会喜欢，在兴趣的驱使下养成动手动脑的好习惯。这个解环叫环环相扣，怎么才能将这两个圆环分开呢？正确的方法，将中间的铁条提到顶部，从两个圆环缝隙中抽取，它们就分开了。这个是鸭嘴环，该怎么分开呢？这些智力解扣每一款的玩法都不一样，看着简单，玩起来却很有挑战，非常锻炼空间力和想象力。这个解环叫形影不离，像是一对情侣难舍难分。今天我们就来试试棒打鸳鸯，将它们分开。从这里是不行的，我们反个面，将另一个环放在下面，同样的方式在交叉错位穿过去，抽取，它们就分开了。这个积木玩具叫54体，玩法是将这54块相同的 T 型积木拼成一个立方体。这是一款很有挑战的积木，在打乱之后，很多人会凭借自己的感觉去拼，这样会导致空间利用的不合理，始终拼不出一个正方体。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方法和技巧的。这款54体非常锻炼儿童的空间力和记忆力，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可能失败很多次，但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会锻炼耐心专注力，最后发现规律。我们仔细观察剖析积木的形状和组合，其实是有方法的。它一共有6层，我们可以先摆出2层，然后再以这2层成为一个单位，照猫画虎复制2次。这款魔斗非常适合小朋友和老人锻炼空间力和记忆力。你知道该怎么用这6根珠子拼出一个金字塔吗？这是一个非常锻炼空间力和观察力的益智玩具。如果是常规的思路，从大到小排列，拼到最后一颗，你就会发现它是错的。除了空间力之外，发散性思维也是很重要的。在破解这些玩具的过程中，可以充分调动孩子的专注力以及大脑的发散性思维。长期如此，他的思维方式和看事物的角度自然而然就会发生改变。这款智力解扣一套24种，是根据拓扑学几何学原理设计的，难度不一，玩法多变，让孩子放下手机，带上动手动脑。今天介绍的这款棋叫独立钻石棋，也叫单人棋。它的玩法是拿走中间的一颗棋子作为开局，下刀只能留下1枚棋子，并确保这颗棋子在棋盘中间就算过关。下面我来用正确的步骤给大家演示一遍。我们每走一步就可以取走被跳过的那枚棋子，非常考验计算力、推理能力和逻辑思维。大部分人走到最后会剩4颗、5颗甚至6、7颗棋子，也有人能下到3、4颗棋子。这就是单人棋的奥妙所在。那些经常玩益智玩具的孩子通常要比同龄孩子聪明很多。比如这盘单人棋在玩的过程中，你需要精心的布局，合理的考量，一字落错，满盘皆输。
据说古时候有一人棋艺太高，找不到对手，于是设计出这种一个人玩的棋，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动手动脑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专注力。怎样取下这根金属长条呢？假如顺着轨道往上走，走到头就会发现这条路是不通的，该怎么办呢？先回到起点，仔细观察，我们可以把铁环翻过来，从另一边出发，走到上面拐角处，把金属条穿过去，再套过中间的部分就能取下来了。经常玩益智玩具的孩子通常要比同龄人聪明许多，反应速度更快。这个智力解扣它一共有24种，每一款都考验孩子不同的能力，锻炼孩子的手脑协调和空间力，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，培养专注力以及思维的创造性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是非常有趣的拼图锁，它的玩法是想办法打开这个锁把，取下绳子上的钥匙。可以看到锁芯里面都是木头的滑块，就是它们卡住了锁把。最主要的是这一个木块，要想办法把它移到左边，锁把才能够继续往上。开局先把黑色的这一块移上去，想办法让2个小正方形去到底部。小的这一块需要往右边移，再往左边移过去，另一块小正方形下来。现在这一块就可以往左边移动了。好的，这个空间已经足够了，把手把拉出来，钥匙也别忘了取下来，这样就全部搞定了。你们觉得这个拼图锁简单吗？如果家里的孩子想要这个几何魔方，一定要给他买一个，因为它是非常益智的一款玩具。要得到想要的形状，很多步骤是需要提前在大脑中计算好再进行转动的，需要手眼脑3方面的配合，这就在无形之中锻炼了他的空间力和专注力，不仅训练了孩子的小脑，还培养他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手眼脑快速协调能力。几何魔方的数学性和形状的变化可以帮助孩子认知几何图形，特别适合5到15岁的儿童和青少年。猜猜我是谁？来抽卡片，我先问了啊。问吧。你的这个人他是不是黄色头发？是的。如果把不是的全部盖掉。第一个问题就问对了。黄色头发的没几张。对呀。那你的这个人他是不是男生呢？是的。可以去了。好的，该你了。你的这个人他戴不戴眼镜？戴着呢。不会赢了吧？最后2张。哇，我就有一次机会了。那我就赌一把吧。你的这个人是不是光头？不是。那我就输了。你的这个人他有没有长胡子？有。那这就是这一张了。啊，赢了。如何将这2个半圆组合在一起，合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呢？这是一个锻炼智力的玩具。思维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奇妙，同时也是最为强大的东西。任何一个人都有拥有增强思维能力的潜质。这套智力解扣一共有24款，玩法不重复，每一款都很考验脑力。思考的过程中锻炼孩子的观察力和空间力，拥有正确的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。这个无限百变魔方太有意思了，通过折叠翻转可以变换出几十种几何形状，长方体、圆柱体、多面体、三角体。无限魔方结构稳定轻小便携，能够随时随地拿在手里把玩。魔方的形状和角度符合数学原理，在思考的过程中充分考验孩子的空间力和逻辑思维能力。接触到几何知识，感受空间结构的变化，发现更多新的玩法。如何取下这个 U 型环呢？假如我们顺着弹簧螺纹往上旋转，不用走到头就能感觉到缝隙越来越窄，到了顶端就会被卡住。看来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，该怎么办呢？先回到起点再说。仔细观察，其实我们还可以另辟蹊径，围绕着中间轴往上旋转，会发生什么呢？这些解扣大多都是根据几何原理和拓扑原理制作的，考验空间力和创造性思维，打破固定的思维模式，换个方向去看问题，才能很快的找到解决方法。智力解扣一套24种，由易到难尽皆是挑战，非常适合孩子动手动脑，开发智力，培养专注力和耐心。今天我们要玩的益智玩具是神龙摆尾，打散以后它是长条形的。玩法是打散之后再复原，把它再复原回去难度很高，很多人打散后一直都没复原。下面我就来演示一遍它的正确方法。这款玩具非常考验玩家的空间力和观察力，它是由27个小木块串联在一起组成的，每个木块只能围绕着一个中间轴活动。翻折的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分岔路都可能产生很多错误的路线。神龙摆尾也属于鲁班锁的一种，是一款老少皆宜的古典益智玩具。
这是一个难倒很多人的魔戒，如何把它们合成一个圆环呢？正常人的思维，我们都会先把螺纹对上去，这个时候上面又合不上了。让孩子拥有良好的智力是每个家长的愿望，拥有好的智力意味着孩子学习成绩会好。大多数孩子都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，如果家长能够抓住孩子的思维发展特点，给孩子买一些益智玩具，在给孩子带来乐趣的同时，全面提升他们的空间想象力、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。可乐魔方是一款经典的益智玩具，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6个槽里的珠子按照颜色均匀分开，是一个锻炼计算力和空间力的玩具。让孩子拥有良好的智力是每个家长的愿望，因为拥有好的智力意味着孩子学习成绩会好。如果家长能够抓住孩子的思维发展特点，给孩子玩一些智力玩具，无疑会刺激孩子的脑部发育，挖掘孩子的大脑潜能。古人的脑洞有多大，你们知道吗？作为家长，如果你还没给孩子玩过智力玩具，那你就真的落伍了。将这2个圆环分开，我们只需要提起中间的这根铁丝，抽取。孩子的大脑拥有非常强的可塑性，这套智力解扣一共24种，可以全方位地锻炼孩子的智力以及专注力，在给孩子带来乐趣的同时，还能全面提升他们的辩证思考能力、计算力和空间想象力。如何将这7块拼图平涂进这个正方形的底盘里呢？先来看看拼图的大小是否相同，烟斗之间的方向还有尾部的长短会有不同，这种无规律的形状是最难找到解决方法的。我设想了2个方案，第一个是让烟斗的头部都靠边放，这样很轻松就能放下6块。问题的关键留到了最后一块。再试试我另一个方法。这个更接近了，但还是多出来一点。烟斗尾部的弧度都是不同的，如果让比较贴切的2块放到一起，先把底盘一圈的拼好，看行不行？还是不行，这2块换一下位置，这样放中间的空间就大了很多，应该可以了。好的，全部放进去了，而且没有冒出来。你们觉得这款拼图有难度吗？这套智力解扣隔壁家的孩子都馋哭了，它不仅能给孩子带来乐趣，还能锻炼空间力和手脑协调。每个解扣都蕴含着奥妙的数学原理和物理原理，在思考、研究、破解的过程中，你会惊叹古人的智慧。让孩子拥有良好的智力是每个家长的愿望。拥有好的智力意味着孩子学习成绩会好，所以这款解扣一定要给孩子准备一套，锻炼他的大脑，培养好奇心。据说这个是刘备小时候的玩具，叫马蹄环，他的要求是把中间的铁环给取下来。那我们从上面来看是取不下来的，从下面也一样出不来。中间的链条也很牢固，该怎么取呢？你们能想到解开它的办法吗？其实正确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我们先把马蹄环放到桌面上，2手握住马蹄，把铁环放在链子中间，然后右边的马蹄往上拧，左边的马蹄往下拧，它就会利用空间错位的原理滑落下来。那现在就很轻松地把铁环取下来了。那么装回去怎么装呢？如果说你从上面装是装不回去的，我们需要把这个马蹄折叠起来，然后把环套进去。如果说这么装它也是装不回去的。正确的方法，先把2个马蹄折叠起来，从这个位置放进去，再把2个马蹄交错，往上一提一转，完成。你看懂了吗？这是2个缠在一起的鸳鸯扣，把它们分开不动脑筋是不行的。也许你会想到让它们交错穿过去，到这里2头会被挡住，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我来解一遍。左手的解扣往上翻过去，然后围绕着一个方向旋转一圈，右边的解扣握到，抽取，成功分开。该怎样取下这根金属长条呢？如果你顺着螺旋往上走，走到顶就会发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还有别的方法吗？先回到起点，然后反其道而行，从另一边出发，走到上面拐角处，把金属条穿过去，再套过中间，就可以把它轻松取下来了。这套智力解扣一共有24种，在拆解分析的过程中，对于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及活动手指筋骨大有好处。同时，它还可以培养孩子的专注精神和耐心。如何将这2个 S 型的解扣分开呢？这是一个锻炼智力的玩具，没有找到方法用蛮力是解不开的。思维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奇妙，同时也是最为强大的东西。任何一个人都有拥有增强思维能力的潜质，
这套智力解扣一共有24款玩法不重复，每一款都很考验脑力，思考的过程中锻炼孩子的观察力和空间力，拥有正确的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，培养耐心以及专注力。这个玩具叫智慧魔珠，玩家需要先依照题卡的描述摆放出阵型，然后剩下的就需要孩子不断的思考和尝试，直到把所有珠子都放进去。它是一款闯关游戏，一共有40个关卡，难度越来越高，培养孩子的专注力，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观察力，让孩子放下手机。这是2个带有磁力的铁环，如何将它们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呢？你是不是会让它们的螺旋先合到一起，这样上面的接口处就合不上了？该怎么办呢？这一类的智力玩具考验的是空间想象力和观察力。现在的孩子总爱玩手机，写作业注意力不集中，让他玩一些需要动脑培养专注力的玩具。这款智力扣一套24种不重复，有一道难，逐渐引起好奇心和挑战欲，寓教于乐，让孩子在玩乐中学到知识，开发思维。如何将这2个铁环分开呢？可以看到圆环从上到下都是没有路可以走的，下面的底座可以旋转，但这样圆环也是出不来的，该怎么办呢？先回到起点，把旋钮转过来，将圆环放进这个缺口，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转动旋钮，圆环就会顺着滑落下来了。经常玩这些智力玩具的孩子，大多要比同龄的孩子聪明很多。这套24件智力解扣由易到难，全方位锻炼孩子的空间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，培养专注力。数字华容到第一排1、2、3、4，这个位置应该是4，我们把4先移到5的下面。现在该怎么调整呢？这里我们可以让1先下来，4上去，再让5下来，1归位，这样第一排就完成了。第2排开头是5，后面5、6、7紧随其后，前面几个数字只需要一步步慢慢调整。6、7、8没有乱，让14下来8上去，第2排也可以了。第3排开头是9，这个位置是11，我们先把11调到12旁边，这4个数字连成一条线，再让13下来9归位，第3排也搞定了。到了最后一排，小朋友就需要思考了。这里我们使用一个转圈的方式，让相邻的数字首尾相连。90、11、12已经围成一圈了，再调整13、14、15，最后在一起全部往后退，这样这个4阶数字华容到我们就复原成功了。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几何魔方，它的玩法是按照要求折叠出相应的形状，每一款魔方都可以变形出多种不同的几何图形。如果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，一定要让他多玩一些益智玩具，因为这个年龄段是儿童智力发育的黄金期。这款几何魔方孩子要想折出图形，除了要用脑，还要有手的配合，这样就训练了手眼配合以及手脑协调，在玩的过程中锻炼了空间力和专注力。